俄乌战争3周年也是结束日。白宫发言人：俄乌战争最快本周结束。俄炼油厂再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事目标精准打击，炼油厂停摆。乌克兰无人机连环出击，让俄军后勤崩溃。俄乌3年战事回顾，战争的彼此没有一个是赢家。从速战速决到久拖不决，俄军的自我绊倒。乌克兰跨境反攻，普京的噩梦成真。2025年俄乌战争会如何发展？剧本1：乌克兰大反攻，胜利在望。剧本2：俄罗斯的持久战策略，普京能拖多久？剧本3：谈判成功，不意外停火。剧本4：冲突升级，世界大战的边缘。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今天是2025年2月24日，俄乌战争进入1096天，俄乌战争已是3周年了。中国有句古话说，事不过3，俄乌会很快达成停火协议吗？尽管国际社会传出和平谈判的消息，但战场上的冲突仍然在持续加剧。前线打得还很焦灼，后方倒是日渐晴朗，给人一般风雨一半晴的意味。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吧。2月22日，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语出惊人的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有信心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最快本周就能结束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这是真的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川普的速战速决策略吧。据国会山庄报报道，李威特在白宫南草坪向记者透露，总统和他的团队正全力以赴与战争双方持续谈判，以结束冲突。总统非常有信心，我们能在本周完成这件事。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达成某种协议？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但白宫显然在加速推动谈判。与此同时，白宫国安顾问瓦尔兹将在周末昼夜不停地努力达成协议，而财政部长班森特则正与乌克兰商讨一项矿产开采协议。李威特强调，川普政府高度重视关键矿产资源。他表示，这不仅能弥补美国税收损失，同时也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一次重要的经济合作机会，帮助乌克兰在战争后重建。这番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川普政府或许希望通过帮助乌克兰重建，同时获得稳定的矿产供应，以增强美国经济。你怎么看？战争真能本周结束？对于这一惊人的声明，国际社会充满疑问。一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立场仍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真能促成停火，这无疑将是外交史上的一大壮举。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全球瞩目的外交博弈。这边紧锣密鼓的进行和谈，另一面俄乌战场上依旧打得如火如荼。2025年2月19日凌晨，俄罗斯萨马拉地区的西斯兰炼油厂突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剧烈爆炸引发大火，火光照亮夜空，令人震惊。社交媒体瞬间被燃烧的炼油厂画面刷屏，俄罗斯官方起初沉默，随后不得不承认袭击的严重性。据多家 Telegram 渠道报道，攻击发生时，无人机的嗡鸣声划破黑夜，紧接着连续3次剧烈爆炸撼动整个炼油厂。萨马拉州长瓦斯拉夫·费多罗夫一度试图淡化事件影响，但最终在 Telegram 上发布声明，承认乌克兰无人机精准命中西斯兰炼油厂，并警告未来仍有可能面临更多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安德烈·科瓦连科明确表示，西斯兰炼油厂并非普通民用设施，而是俄罗斯军队的关键燃料供应点。他强调，该炼油厂每年加工890万吨石油，产品涵盖燃油、航空煤油、沥青等，直接支持俄军的后勤运作。因此，此次袭击完全符合军事目标的定义。西斯兰炼油厂由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运营，该公司是克里姆林宫的能源命脉，掌控着俄罗斯大量石油资源。尽管俄方坚称炼油厂并未遭受关键性损毁，但运营仍被迫终止，以避免进一步风险。亲克里姆林宫的 Telegram 频道 Astra 证实，
炼油厂核心设施遭受重创，其中一架无人机精准命中 AVT-6精炼平台，引发30平方米范围内的火势蔓延。截至当日上午，火势仍未完全扑灭，损失无法估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袭击前2天，乌克兰安全局与特种作战部队刚刚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动了另一次精准打击，目标直指伊里炼油厂和克罗波特金斯卡亚石油泵站。在伊里炼油厂，至少发生了20次爆炸，导致6条生产线陷入瘫痪，年加工能力达660万吨的炼油厂被彻底停摆。而克罗波特金斯卡亚石油泵站，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石油输送设施之一，也因袭击被迫关闭，严重扰乱了俄方的石油运输网络。乌克兰安全局的匿名官员透露，自2025年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精准打击了近20座俄境内的油气设施，直接削弱俄军的战场后勤供应，并重创其经济支柱石油收入。面对乌克兰日益精准的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战场之外的能源战或将成为乌克兰削弱俄军战力的新王牌。2022年2月，普京意气风发地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打算3天之内解决战斗，顺便给北约一个下马威。然而3天变成了3年，乌克兰不仅没倒下，反而愈战愈勇，连带着俄罗斯自己也深陷战争泥潭。如今，当普京回顾当初的豪言壮语时，恐怕也只能苦笑了。侵乌战争即将届满3年，俄军及其附庸部队伤亡惨重。根据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BBC 估算，俄军阵亡人数约在146194至211169人之间，若加上顿内茨克与卢甘斯克民兵，总阵亡数可能达167194至234669人。BBC 依据俄罗斯官方报告、新闻、社群媒体及目的资料核实，确认俄军约95000人阵亡，顿巴斯共和国民兵则约21000至23500人丧生。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数据可能仅涵盖总伤亡的45%至65%，且部分尸体仍留在战场，无人能收敛。相较之下，乌克兰的伤亡数据较透明。2024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约43000名士兵阵亡，但西方分析认为此数据偏低。独立网站乌克兰损失根据公开来源统计，已列出逾70400名乌军阵亡士兵。BBC 以400份随机样本验证，证实其可信度。俄罗斯方面则将伤亡数据列为机密，最后一次官方报告停留在2022年9月，当时仅承认6000人阵亡，与 BBC 估算相去甚远。战争初期，俄军借助瓦格纳佣兵和车臣士兵的助力，一度迅速占领乌克兰东部4个地区。然而好景不长，瓦格纳和车臣部队因待遇低劣、补给短缺，以及俄军内部指挥混乱而选择撤离。这一走，俄军的战斗力立刻缩水，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与此同时，乌克兰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从弹药、战术指导到先进武器装备，乌克兰军队实力大幅提升，逐步扭转战局。反观俄罗斯，兵源短缺，士气低迷，甚至不得不向朝鲜求助，拉来了12000名朝鲜士兵。然而，由于语言障碍、装备陌生，朝鲜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并未达到普京的预期，反而在短时间内伤亡惨重，最终几乎全面撤退。2024年，乌克兰军队正式启动绝对胜利计划，展开跨境行动，打击俄军重要据点，并摧毁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一招不仅重创了俄罗斯经济，也让普京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战局的不利，普京只能加码升级攻击，但乌克兰的反制手段更为精准。凭借西方提供的先进远程导弹，乌军成功削弱俄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加快本土军工产业发展，尤其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武器上取得突破，确保即便西方援助减少，也能独立应对战争。随着乌克兰反攻力度加大，
俄军的指挥系统愈发混乱，多个指挥中心被摧毁，战场上的俄军往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更严重的是，国内不满情绪逐渐升温，俄国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经济困境的不满，使普京的执政基础不断动摇。许多军事分析家预测，俄军最多还能支撑2到3个月，届时战线崩溃的风险极高。尽管如此，普京仍不愿承认失败，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攻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进一步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时间过得飞快，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4个年头。这场冲突不仅改变了俄乌两国的命运，也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那么，2025年俄乌战争究竟会走向何方？乌克兰能否迎来胜利，还是俄罗斯会设法稳住战线？亦或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转折即将发生？让我们来一场深度解析，看看未来可能的几种剧本。你是否还记得2023年底至2024年的乌军反攻？尽管进展缓慢，但乌克兰一直在稳步推进。如今，乌军拥有更先进的西方武器。如果2025年西方的军事支持不间断，乌克兰有可能利用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展开新一轮大规模反攻。当然，问题是俄罗斯会轻易让出战果吗？2024年。俄军在战线崩溃边缘时迅速调整，利用大规模炮击和无人机战术稳住局势。因此，乌克兰想要彻底取胜，仍需克服强大的防线。普京政府深知一旦战败，政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俄罗斯可能采取苏联式的持久战策略，通过征兵、战时经济体制和与朝鲜、伊朗等国的军事合作来拖延战争。2025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俄罗斯进一步加大对乌东地区的掌控，同时试图分化西方国家的支持。但问题来了，俄罗斯的经济能撑多久？制裁、战场消耗和西方的技术封锁正在逐步削弱俄国经济。若内部政治压力增大，俄罗斯是否会因经济困境而被迫调整战略？停战是可能的选项吗？双方可能在2025年某个时间点接受停火，特别是如果美国、欧盟等外部力量施压。然而，问题在于乌克兰是否愿意接受一场不彻底的胜利。不过，最新消息称，乌克兰国会议长下周一24日与美国敲定矿产协议。据最新消息，乌克兰计划在当地时间2月24日敲定与美方的资源协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会议长斯特凡楚克表示，乌克兰计划在2月24日与美国政府敲定矿产协议。报道指出，斯特凡楚克告诉日本放送协会 NHK， 乌克兰计划在当地时间2月24日敲定与美方的资源协议。这天正好是俄乌战争届满3年纪念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矿产协议上出尔反尔，让他很恼火。另一方面，21日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用星链施压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对此，马斯克23日在社交媒体推文否认，称这是错误报道，更狠批路透是仅次于美联社的说谎媒体。基辅独立报描述，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转贴基辅独立报引述路透的报道，配文写下这是错误的。路透说谎，他们是仅次于美联社的传统媒体谎言制造者。如果24日3周年之际，乌克兰与美国敲定矿产协议，那么和谈的希望就增加了。这或许是最危险的剧本。若战事升级，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会增加。2024年，美国已经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若乌军继续深入俄国领土，莫斯科是否会采取更激进的反制措施？那么，你认为2025年的俄乌战争会走向哪个剧本？你更倾向于哪种结局？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未来如何发展，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